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来到古林大学的无名真人秀。怎么都说，什么都听，没有什么事太大，没有什么事太小，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座右铭。那么，今天我要采访三位同学，问问他们寒假去哪儿，去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我猜今天的节目会非常精彩。有请第一位客人，博文学生。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来，请坐。好，谢谢。博文学生，听说你这个寒假去中国旅游了，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去中国做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吗？这个寒假我出过中国。为什么去中国？因为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为了看熊猫才去的。我也在大学学习中文，可以练习说中文，可是没有熊猫重要。哦，好吧，那你是怎么到中国的？我坐飞机从芝加哥去北京，坐飞机坐了2小时多，可是那趟航班给我一个看动物的电影的机会。听说我们的新出这个电视节目很有意思。哦，听得出来你是特别热爱熊猫的。其实我也很喜欢熊猫，最近刷到了好多关于熊猫的视频。哎呀，毛茸茸的，圆滚滚的像一个球，还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真的是太萌了。我听你刚才说的那个电视节目，虽然我没听说过，但是我听你说，觉得听起来很有意思。哎呀，一想到你在飞机上飞了20个小时，就觉得好长一段时间。幸好有电视可以看。哦，当然还有看可爱熊猫的期待。那么你到北京之后，做了什么事吗？你有没有找导游？有没有做什么计划吗？我一到北京就买了英国票去四川，因为空服员告诉我四川的竹林有很多熊猫，我最喜欢熊猫。买火车票不太难，我问北京人怎么买，北京人大多不想帮我，可是一个中文说得很好的美国人帮我，他叫花椒，他也要去四川，所以我们一起买了火车票。为了不但练习中文，而且找别的旅行聊天熊猫的生活，我买了英国票，因为英国车厢没有你房间没有门，容易跟别人聊天。你说的很对。虽然硬卧没有软卧舒服，但确实阻碍比较少，跟人家聊天也比较方便。我觉得博文学生这种主动来找别人聊天的动力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希望你学习到了很多新的关于熊猫的信息。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那么有请下一位客人 Sarah 同学，来，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好，那 Sarah 同学，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寒假去做了什么呢？这个寒假的时候，朋友跟我要一起去云南，是一个暖和的地方。没想到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很冷。寒假前我们很高兴，这个冬天大学天气太冷了，所以我们打算去暖和的地方寒假。哎呀，古林就不需要说了，但云南也会冷吗？话说，最近我都不在古林，你能告诉我一下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吗？最近特别冷，下雨和冰雹，天气冷到路面都有冰了，所以我们要去别的城市。哎呀，意料之中，还好我不在学校。不是不小心说出来了，没事，不管。我们到下一个问题。那么你到云南之后，你去做了什么呢？我们打算吃好的东西，大学的餐厅不太好，没有家常菜。我们听说别的同学更喜欢一家庭宾馆，那里有家常菜、饭馆和纪念品店。我打算给别的朋友买纪念品吃特色饭。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下雪，我以为我们还在大学。我问朋友们，我们正在云南吗？他们说我们真的在云南。看看这个标志说云南。
我看到外面下雪了，我去带了夏天衣服，没有运动衫或者毛衣，结果我买了很贵的冬天衣服，然后我去旅馆钱不够了，我们一起用一个卧室。我建议去旅游以前查看天气。是的，查看天气特别重要。但是真的很难想到云南会下雪呀，不是四季如春吗？但再想一想，也没说哪里的春。如果换个角度想，如果是古林的春，那就勉强可以算合理了。是的，这就是我们古林学生很可怜的一点，多多同情我们吧，观众。但不得不说，你和你的同学真的是太倒霉了。希望你们下次去旅游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个充满阳光、特别暖和的地方。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拜拜。那么有请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客人，博怀学生。你好，欢迎，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博怀学生，你这个寒假去做了什么有趣的事吗？我觉得这个寒假是有点奇怪啊。这寒假以前我听说过一个新的人工智慧应用，所以我听说过这新的人工智慧可以帮你安排的活动。哇，还有这种好东西啊！我出去玩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做计划，你能把它推荐给我吗？我觉得我用了以后，当我第一次想要试一下这人工智慧，我没想到，我用的时候会花了我的时间。所以花了你很多时间。对。好，那确实是，时间就是钱，特别是用这种 AI 的时候。那么他帮你做了什么样的计划？我第一次有问他，什么地方是最好玩的去旅游？他有说你应该去西藏旅游，因为西藏布达拉宫是一个很有名的国家公园，所以你可以看山或者健行，非常好玩。哇，听起来好好玩呢！你说的很对，听起来这人工智慧的计划是很好玩，但是这是他说的第一句的错话。如果我知道他会说这个错话，我一定马上会关掉我的电脑。可是我一直跟他说，然后我问他，什么交通是不但很方便而且很安全的？他就说你应该坐滴滴出行，去你想去的地方旅游。我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因为我比较喜欢坐我们的 Uber 或者滴滴出行车比坐出租车或者公共汽车比较安全。确实比较方便，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会有汽车站。哇，听起来 AI 给你安排的旅行过程还是很周到的呢。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呢，我到机场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比方说，我到机场的时候，我要求的滴滴出行车司机的时候，我要等了1个半小时，而且他也把我带到去另一名字的旅馆，真麻烦，让我很生气。那确实开到错误的地方会有点烦，但是你没有给司机发地址。对，可是呢，当我要求我第二个滴滴出行车的司机，他感到我很恼火，是因为他有开他的音乐开得很吵，我也觉得他的开车能力没有那么好。那确实，听起来像这个司机不太会照顾客人，那确实肯定会有点烦。那么你最后有没有到你的旅馆呢？我有到我的旅馆，但是呢，我到了才发现了，不但拉萨的希尔顿是在山上，而且他们没有网络连线，所以我不能去网上看 YouTube 或者看我想要看的东西。我倒觉得山上的风景肯定很美，但是确实没有网络是很惨。对，可是问题没做完呢。最后呢，我要去布达拉宫，对呢，所以我去西藏的时候，我以为布达拉宫是一个国家的公园，所以我带我的健行背包，健行背包里面有我的健行鞋子，
所以呢，我到那里的时候，没想到我到了才发现了，乌达拉宫不是一个国家公园，是一个博物馆。这些发现令我很困惑。从这天以后，我学了很重要的东西。如果我听到一个信息，我需要先确认这信息是真不真或者是假的。哇，真的没想到，看来这 AI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确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每个信息都要先验证一下，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网上看的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博物馆也不错呀，可以去学一学历史，多多了解中国文化。所以最后你有没有去呢？你在说笑话吗？当然我没去啊。谢谢来我们的节目。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谢谢观众，我们下次再见。